亲爱的朋友，有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，缘分起起伏伏，缘分聚聚散散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这句话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，它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次邂逅都有其意义。我们会与那些命中注定的人相遇，但有时也不得不与他们告别。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命运的巨轮就开始转动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这些缘分中既有美好的，也有挑战的。那么，什么是美好的缘分呢？美好的缘分就是那些能够促使你成长的关系。比如，在你的人生旅途中，你会遇到赏识你的伯乐，帮助你的贵人，或者与你共同经历风雨的挚友。他们的出现为你的生活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请在评论区留下好人一生平安，以此与贵人结下善缘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缘分在我们的人生中常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内心感受。缘分可以是善缘，也可以是孽缘。善缘通常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，而孽缘则可能成为困扰我们心灵的负担，使我们在痛苦中挣扎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小人和烂桃花。小人往往是那些在职场或生活中干扰他人的人，他们如同阴霾，影响着我们的情绪与判断。而烂桃花则是指那些在情感关系中给我们带来负面体验的对象。这些困扰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受伤与困惑，但它们同时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。每一次的伤痛与挫折，都是我们理解人生、提升自我的契机。善缘的本质在于彼此之间的理解与支持，它们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。与朋友之间的倾心交流，家人间的无私关爱，这些都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感受到安全与温暖。善缘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挑战。然而，孽缘的存在也提醒着我们，人生并非总是顺风顺水。那些小人的阴险与诡计，烂桃花带来的伤害，都让我们在情感与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们不仅让我们心力交瘁，还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与生活方向。孽缘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我们在情感与信任上的不成熟，或是对人性的误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习识别并处理这些负面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。缘分的复杂性在于，它往往交织着各种因果关系。我们可能在不经意间与某些人相遇，而这些相遇又可能是命中注定。每一段缘分的开始都有其深刻的意义，或许是为了让我们成长，或许是为了让我们反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要珍惜那些带给我们快乐的人，也要学会如何面对那些让我们痛苦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
找到自己的方向与归属。通过对缘分本质的思考，我们更能明白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善缘与孽缘并存，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。他们教会我们如何珍惜，如何放下，也引导我们在复杂的关系中不断自省与提升。最终，缘分的意义在于，它让我们学会理解他人，同时也理解自己，让我们在爱的滋养与痛苦的磨砺中逐渐成熟，走向更加广阔的人生。缘分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，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个性，还深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。在每一段关系中，缘分仿佛是一股无形的力量，将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。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亲密的朋友和爱人之间，也体现在我们与家人、同事以及路人之间的短暂交汇中。善缘的影响常常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中。当我们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彼此之间的共鸣与理解，让我们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动力与支持。这种情感的连接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的态度。善缘还会激发我们的潜能，促使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。例如，拥有一个支持我们的朋友，往往能让我们在追梦的路上更加坚定，即便遇到困难，也不会轻言放弃。然而，缘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快乐与支持，它同样包括了挫折与痛苦。孽缘的存在，往往让我们在心理上经历一种独特的成长。与小人或烂桃花的关系，虽然让我们感受到失望与伤害，但这些经历也促使我们更加警觉，提升我们的情商与识人能力。在这样的关系中，我们学会了如何设立界限，如何选择放弃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人。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，让我们在未来的关系中更加成熟。缘分还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与决定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常常是偶然的，但它们带来的变化却是必然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可能引领我们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。比如，和一位新朋友的相识，可能会促使我们接触到新的思想、新的职业机会，甚至是改变我们人生方向的契机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在每一次相遇中都应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去探索其中的可能性。此外，缘分也让我们对生活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思考。我们常常会问，为什么我们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遇到某个人？这些相遇背后是否藏着某种命运的安排？在不断的思考中，我们意识到，缘分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它更像是一种生命的流动，让我们在不断交织的人际网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从善缘到孽缘，缘分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它让我们在幸福中成长，也在痛苦中觉醒。通过这些丰富的经历，我们逐渐明白，无论是美好的相遇，还是难以承受的纠葛，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缘分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教会了我们珍惜、放下与成长，让我们在复杂的情感中找到自我，
理解他人，走向更加充实的人生。中年危机的成因通常是多方面的，常常与个人的生活经历、社会环境以及内心的变化交织在一起。在这个阶段，许多人会感受到强烈的困惑与焦虑，仿佛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紧紧束缚。首先，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在中年时期。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选择与成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现曾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。对于事业的追求、家庭的责任以及个人的愿望，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，让人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不安，常常导致一种深深的挫败感，让人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与价值。其次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变化也会成为中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很多人在进入中年后，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体力、精力等方面的下降。面对身体的衰老，人们往往会产生焦虑与恐惧，担心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追求曾经的目标与梦想。这种对衰老的抵抗常常表现为一系列的焦虑，包括对健康的担忧、对未来的迷茫，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怀疑。此外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中年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。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，职场竞争愈发激烈，许多人面临着失业、转行或是工作压力的增加。与年轻人相比，中年职场人士可能更难适应这种变化，面临着更新技能和再就业的压力。经济的波动、行业的变革，让他们在职场中感到不安，进而影响到自我认同感。这种外部环境的挑战往往加重了他们内心的焦虑，使得中年危机更加明显。家庭因素同样在中年危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许多人在这个阶段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，同时又要为孩子的教育而烦恼。这种责任的双重负担，往往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。家庭关系的紧张，也可能让他们更加孤独与无助。在面对生活的多重压力时，情感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，但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却常常感到失落与无奈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年危机不仅是个人内心的斗争，也是一种与社会、家庭及身体的全方位博弈。虽然这一时期充满挑战与困惑，但它也为人们提供了反思与成长的机会。通过理解危机的成因，人们可以开始积极寻求改变，寻找适合自己的应对策略，从而在这个复杂的阶段中重新定义自己的目标与人生方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中年危机中找到新的希望，拥抱未来。在中年危机的重重压力下，许多人会陷入对自我和人际关系的反思，这种反思有时会导致意外的情感波动和纠葛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所谓的孽缘悄然滋生，成为中年人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。首先，孤独感是中年危机中常见的情绪之一。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之下，
许多人感到无从倾诉，情感的需求被压抑。此时，旧有的重聚或是偶然的邂逅，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一丝久违的温暖和理解。原本只是寻求一段友情，却可能在无意间发展成更深层的情感。这种情感上的依赖，常常让人感到愧疚与困惑，尤其是在已婚者之间，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道德压力。其次，事业上的挫折也可能引发情感的逃避。在面对工作上的不如意时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通过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来寻求慰藉。这样的行为虽然短暂地填补了内心的空虚，却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混乱。隐秘的关系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刺激和新鲜，但也会因为背叛和责任感而愈加内疚，进而导致更多的心理负担。而与伴侣之间的关系，则是另一种孽缘的源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夫妻双方可能会逐渐陷入平淡的生活，激情和浪漫渐渐淡去。在这个阶段，任何来自外界的关注与赞美都可能激发潜在的情感需求。一方可能在外遇中寻找新鲜感，试图逃避家庭生活带来的无聊和压力，而这种逃避往往会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。逐渐的，伴侣之间的信任崩塌，原本温暖的家庭氛围也会因此变得阴霾重重。此外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，却也使得情感的界限变得模糊。中年人可能在网络上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，原本的友谊很容易演变成情感的纠缠。虚拟世界中的互动让人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常常误以为在网络上获得的情感能够填补现实生活中的空虚。然而这种依赖却往往只是昙花一现，留下的却是更多的迷茫与失落。面对这种潜在的孽缘，中年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需求与生活选择。虽然在迷失中寻找慰藉是人之常情，但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面对自身的问题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沟通。只有正视内心的渴望，才能找到更健康的情感归属，从而避免被无形的孽缘所困扰，走向真正的解脱与成长。面对潜在的孽缘，中年人需要智慧的应对，以避免情感的混乱和道德的困扰。首先，清晰的自我认知是关键。中年人往往经历了丰富的人生经历，这使得他们更容易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。面对复杂的情感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诚实地对待自己，反思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，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求，还是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义？清楚自己的动机，可以帮助避免陷入短暂的情感刺激，而忽视内心深处的真正需要。其次，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也是应对孽缘的重要手段。许多中年人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误解和隔阂，这在情感关系中尤其明显。与伴侣之间的深入交流，可以有效地消除误解，增进理解。在面对外部诱惑时，及时与伴侣分享自己的感受，
倾诉内心的困惑和压力，能够增强双方的信任感与亲密感，从而为彼此提供更有力的支持。此外，学会设定边界也至关重要。在面对潜在的孽缘时，明确的界限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。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社交场合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避免过于亲密的互动，可以有效减少情感纠葛的发生。同时，了解并尊重他人的感受，能够避免无意间伤害到他人，进而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。与此同时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社交圈也是应对孽缘的智慧之举。通过积极参与各类活动，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可以帮助中年人在事业和家庭责任之外找到情感的寄托，缓解内心的孤独感。建立健康的友谊和支持网络，不仅能增强自身的情感满足感，也能为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激情。最后，心理咨询或专业的情感辅导也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。在面对情感困扰时，专业人士可以提供中立的视角和实用的建议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中年人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探讨内心的挣扎，逐步走出情感的迷雾，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。面对孽缘的挑战，中年人需要以智慧和勇气去应对，通过自我认知、良好沟通、设定边界、丰富生活和专业知识等多种方式来平衡内心的渴望与外部的诱惑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归属，走出中年危机的阴影。化解孽缘的方法在于以成熟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来面对情感的困扰。首先，反思是一个重要的起点。中年人在经历情感波动时，应当花时间仔细思考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，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与冲突。通过写日记或与可信赖的朋友倾诉，可以帮助他们理清思绪，辨别情感的真实来源，进而采取更理性的态度。接下来，建立良好的情感管理策略也是化解孽缘的有效手段。中年人应学习识别和调控自己的情绪，这不仅包括认识到何时会感到压力或焦虑，也包括找到健康的宣泄渠道。例如，运动、艺术创作或冥想等活动都是很好的释放情感的方法。通过积极的方式排解内心的负面情绪，不仅能降低冲动行为的发生几率，还能帮助他们保持理智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在处理孽缘的过程中，诚实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。与伴侣之间的透明沟通是化解潜在危机的基石。中年人需要勇敢地面对可能的误解，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困惑。在交流中，使用爱语句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而不是指责对方，可以更容易促进理解和共情。例如，可以说，我感到有些孤独，希望我们能多花时间在一起，而不是你总是忽视我。这种方式能够减少对抗情绪，更加有效地促进双方的沟通。此外，
重塑关系的视角也是化解孽缘的重要一环。中年人在面对困扰时，应该尝试将焦点转向关系中的积极方面，重新发现伴侣的优点与美好回忆，重燃曾经的热情。通过共同参与活动、旅行或者重新规划生活目标，能够帮助伴侣之间找回失去的亲密感，进而减轻外部诱惑的影响。同时，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情感咨询师或心理医生可以为中年人提供专业的指导，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情感困扰，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和情感管理策略。专业的支持不仅能提供客观的建议，还能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人们表达内心的挣扎，从而更好地处理情感关系。最后，接受和放下也是化解孽缘的重要环节。中年人在面对情感纠葛时，可能会经历内心的挣扎与痛苦。然而，接受事情的发生，并理解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能够帮助他们从过去的困扰中解脱出来。无论是结束一段关系，还是调整现有的亲密关系，放下对过往的执念，才能为新的开始留出空间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中年人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孽缘，还能在这一过程中成长和蜕变，找到更健康的情感归属，迎接人生的新阶段。在面对中年生活中的各种情感挑战时，总结与启示显得尤为重要。首先，缘分的本质不仅是偶然的邂逅，更是深刻的相互影响和成长。每段关系都蕴含着教训，提醒我们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要学会自省与包容。透过这些经历，中年人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情感需求，从而在未来的互动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其次，面对中年危机时，了解其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无论是职业压力、家庭责任，还是内心的孤独感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情感关系的动荡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困扰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，重新思考重要的价值观与优先事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保持开放的心态至关重要，愿意接受变化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。此外，化解孽缘的方法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应用，更是心灵上的成长。通过诚实的沟通、情感管理以及寻求专业帮助，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健康的关系模式。这样的努力不仅能改善当前的状况，更能为未来的人际交往奠定坚实的基础。最终，学会放下过去，接受新的可能性，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情感的阴影，迎接生活中的新机会。因此，面对中年生活的复杂性，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与勇气。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，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与适应中找寻到真正的自我，建立起更加稳固和谐的关系。这样的启示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中不断探索，不断前行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。
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